今天我们要聊聊护国神山台积电近期创下新天价后的后续走势。有不少投资人账户资产水涨船高，直呼没看过神山飙这么快，困饱数钱真爽。但也有人惧高症发作，抱不住，纷纷先下车落袋为安。更多空手的人则焦急观望，现在才进场买台积电，会不会变成接最后一棒的韭菜，被套在山顶？台积电股价在创高后到底还能不能爆呢？专家更警告，未来跌30%也不是不可能，而一旦发生某件事就要赶快逃。这听起来够耸动，究竟是危言耸听还是有理有据？今天我们就深入探讨，在台积电冲上历史高峰之际，投资人该何去何从？首先，我们先回顾一下台积电这波惊人的涨势。今年以来，台积电股价一路扶摇直上，不断刷新历史记录。在9月时，台积电冲上1295元左右的关卡，进入10月更是一度攀高至约1456元的新天价。要知道2022年台积电高点大约在600多元，如今不到几年竟翻倍来到超过1400元，让人大开眼界。台股大盘指数也在台积电的带动下一飞冲天，盘中一度突破27000点大关，再创台股历史新高。市场上一片欢欣鼓舞，不少股民笑称护国神山就是强，躺着也能把钱赚饱饱。不过在狂欢同时，另一种情绪也蔓延开来，惧高与疑虑。一些抱有台积电的投资人开始心生不安，觉得股价涨这么多有点惧高耶，生怕行情随时掉头，于是提早卖出，落袋为安。而那些手上没有台积电，错过这段上涨的人更是进退两难，现在才想追进，心里忐忑，会不会变韭菜，被收割在山顶？不追吧，又害怕台积电继续狂飙，自己永远上不了车。面对贪婪和恐惧两种心魔的交战，投资人纷纷自问，台积电已经这么贵了，到底还抱不抱得住？该继续坚守长线，还是见好就收，赶紧下车？针对这些疑问，财经专家们也提出了不同观点和策略。我们来看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专家意见，一位是有华尔街操盘手之称的阙佑尚老师，一位是技术派投资达人王仲林，绰号超马巴勒。两人不约而同强调了风险意识，但侧重点略有不同。阙佑尚提醒投资人不要因小失大，要有整体资产配置观念，而超马巴勒则从技术面切入，教大家如何判断何时该精准下车，保住胜利果实。我们先来看看阙佑尚的分析。阙佑尚认为，台积电涨多后要不要卖，得视每个人的投资目标与策略而定。如果你一开始就设定赚到一定幅度就卖，那可能会错失后面更大的涨幅。他举例说明，假设有些人设定获利30%就出场，那去年台积电涨了8%，0050指数型基金涨了5%，如果当时就全部卖光，今年股价继续大涨时，你就享受不到后续成长带来的收益。也就是说，在多头行情中过早下车，往往会失去更多的获利可能。因此，阙佑尚强调，不要被固定的获利百分比束缚，比起死板地设限，到点就跑，更明智的是随情势动态调整持股比重。那是不是表示永远都不要卖出呢？也不是。阙佑尚给出的关键字是资产配置和进退有据。他的建议是每年定期检视自己的资产配置，做到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具体而言，就是在资产配置中同时保有进攻型资产，如股票，和防守型资产，如债券、现金等。当股票大涨累积了丰厚获利时，就逢高适度减码一些；而当股市下跌，债券或其他资产相对便宜时，则可以逢低加码那些被低估的资产。如此一来，涨多了你有调节，跌深了你有资金捡便宜，循环往复，就能平滑行情波动对整体财富的影响。用阙佑尚的话说，今年股票涨多，债券涨得慢，那就卖点涨多的，补点跌多的，再怎么涨，总有一天会下来，这就是细部微调。最安全的做法莫过于此，永远不要满仓压单一资产，也不要在恐慌时清仓所有股票，而是保持均衡，根据市场温度做些微调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是40岁的投资人，
缺右上建议可以将30%资金配置在债券等稳健资产上，再留一些现金或黄金作为流动防守部位。当然，每个人适合的配置比例不同，但重点是观念，不要孤注一掷，也不要错失良机。当行情一片大好时，你心里要有风险意识，提前布局部分防守部位，待有风吹草动时才能从容应对。同样地，当市场一片悲观时，你也要有勇气启动攻势，逢低布局优质资产。这种稳健中带弹性的策略，可以说是进可攻，退可守，在长期投资中活得久，笑到最后。谈到长线展望，缺右上对台积电的未来仍然相当看好。他列举了许多数据来支持自己的信心，例如目前各大法人机构对台积电未来1年的目标股价预测差异很大，最高看到2100元上下，最低只有约1160元，可谓众说纷纭。面对这种不确定性，缺右上干脆自己动手用基本面模型试算，他取台积电目前的净利率最近约在 36% 左右，相较之前超过 40% 略有下降，进行保守预测。假设未来几年台积电年营收和盈余成长率放缓到 12%， 低于它以往的平均成长，一路成长到2030年左右，推算出台积电那时候每股盈余 EPS 可以达到约97元。接着假设市场给予的本益比在18倍到20倍之间，那相乘得到的股价范围约在1800元到2000元。换言之，只要台积电能持续稳定成长，即使以相对谨慎的估计，到2031年前后，股价上看2000元是相当有可能的。缺右上也特别强调，以上计算其实已经相对保守，并预留了可能的风险折扣。如果台积电未来几年的成长速度比 12% 更快，达标2000元的时间可能比2032年提前。反之，即使成长稍慢，最迟延后个1-2年也有机会达成。因此，对长线投资者而言，台积电依旧是极具吸引力的标的，甚至有专家乐观预期10年内股价挑战2500、3000元的高峰。虽然具体目标也许见仁见智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台积电作为半导体龙头，在全球晶片需求长期向上的大趋势下，仍握有惊人的成长潜力。不过，长线看好并不表示短期内股价不会有波折。缺右上提醒投资人，尽管不要为了一时涨跌完全改变初衷，但也绝不能忽视短期风险。台积电过去的走势就证明，再优质的公司也有回档的时候。例如2022年下半年，受到景气循环和国际升息等因素影响，台积电股价一度从高点重挫将近50%，跌到让人怀疑人生。如果在高点只顾着做白日梦，不懂得风险管理，账面财富可能瞬间蒸发大半。因此保持弹性很重要，大涨时不上头，大跌时不失智，才能在市场生存下来。正如缺右上老师常提醒的一句话，投资不是拼谁跑得快，而是看谁活得久。能在股海长跑中活得久，才有机会见证复利与成长的魔力。这段话送给所有对台积电又爱又怕的投资朋友，共勉之。接着我们来看看王仲林超马巴勒的观点。这位投资达人偏重技术分析和交易节奏，他在财经节目《前进你家》中直接点出了目前台积电股价的一些警讯，同时传授3招判断卖出时机的方法，协助大家在高档获利了结时不至于踏空或卖错。对于既怕高又怕踏空的投资人来说，他的建议颇具参考价值。首先，超马巴勒直言，以技术面指标来看，台积电股价已经处于非常高档。他将台积电长期走势还原至月 K 线，发现早在7月、8月时就出现了价量背离的警讯，也就是股价不断创新高，但成交量并没有跟着放大，反而逐步萎缩。价量背离通常意味着推升股价的资金动能在减弱，市场追价的意愿下降。只是当时台积电因基本面强劲，国际地位无可撼动，买盘仍然前仆后继，把股价硬是又拱上新高。但这种背离状态不可长久，一旦有变数出现，股价很可能因为后继无力而出现较大幅度调整。因此，第一招紧盯月线支撑。超马巴勒建议投资人密切注意台积电每一根月 K 线的最低点作为防守线，如果日线收盘价迟迟未跌破该月的低点，
表示整体长趋势还算健康，还没出大事，你可以续报持股，不用太紧张。但一旦股价跌破了该月 K 线的最低点，就要特别警觉，这通常代表趋势可能出现明显反转。超马巴勒提醒，这种情况下应该果断先下车，将账面获利变成口袋里的现金，保全胜利果实。例如，今年9月份台积电月 K 线最高约1355元，最低约1140元。如果之后哪天台积电收盘价跌穿了1140元这个低点支撑，就意味着先前的多头趋势正式转弱，那时候就要逃命了，避免卷入可能高达2-3成的修正风暴。简单说，月线低点就是多头与空头的分水岭，守住则问题不大，失守就要当机立断撤退。第二招，周线指标辅助，分批卖出。除了月线，周 K 线可以提供更及时的趋势变化信号。超马巴勒指出，目前台积电的周 K 线虽处于历史高档，但一些技术指标，如 KD 随机指标，还没有出现所谓的死亡交叉讯号，也就是短期趋势虽然超涨，但尚未正式转弱。因此，他戏称现在台积电属于惊惊涨阶段，大家一边心惊胆战，但一边又舍不得卖，股价就这样战战兢兢的涨。然而，一旦周线的技术指标出现了死亡交叉，例如周 KD 高档下弯交叉，那就是风吹草动的开端，建议先卖出一半持股，提高现金比重。等到接下来，如果连前数月 K 线低点都跌破了，再把剩下的股票全部出清，暂时退出观望。透过周线和月线双重确认，分两步走来退场，可以避免一次卖光踏空后又大涨的不甘，也能确保真的趋势反转时，你还留有一半子弹在场外观望，不至于赔了大笔账面获利。超马巴勒强调，先行撤离并不丢人，到手的钱才是真的钱，总比股价下跌时你只能干等解套，看着账面获利消失却无能为力要来得好。第三招，定期定额，逢低加码。对于那些看到台积电一直涨，现在叫我买又怕高，叫我不买又不甘心的矛盾投资人，超马巴勒建议干脆采用定期定额投资法来参与。也就是说，不去管短期价格高低，固定每月投入一定金额买进台积电股票。如此一来，如果股价继续上涨，虽然当下买的成本高一点，但之前低档布局的部位已经获利，而且你至少没有缺席这波行情。反之，如果股价回档下跌，反而是好事，因为你的固定金额可以买到更多股数，平均成本被摊低，相当于逢低加码。这种策略又被称为微笑曲线，每当价格修正，你反而能微笑着捡便宜。超马巴勒提醒，采取定期定额时，资金不宜过度分散，要集中火力在真正看好的标的上，因为只有集中资源，未来标的上涨才会对整体资产有明显贡献。如果这也想扣一点，那也想买一点，样样都碰却样样不精，可能最后收益平平，白忙一场。当然，定期定额并不意味着买了就永远不管。超马巴勒建议，当你累积了多年大量的持股，而且股价已经涨上来，让你处于颇高的获利状态时，一旦前面提到的那些出场讯号出现，例如周线死亡交叉或月线跌破重要支撑，适时出场落袋也是明智选择。因为经年累月下来，你的成本够低，卖出后锁定的利润相当可观，完全达到定期定额低买高卖的初衷。相反地，如果你才扣款2-3个月，时间很短，结果一看到下跌风险就急着停止甚至卖出，那就太过紧张，反而可能错过长期累积财富的机会了。简而言之，定期定额贵在坚持，但该收获时也别犹豫。超马巴勒在节目中除了谈台积电，也顺带分析了鸿海、台达电等其他全指股的操作策略，核心理念其实类似，在高档要懂得见好就收，在低档才有子弹上场捡便宜。这些观点都提供给投资人做参考，帮助大家在面对巨大的账面获利时，不致贪念过重或错失良机。综合缺右上和超马巴勒的看法，其实有一个共通讯息，台积电再好，也不可能天天涨，永不下跌。未来一旦遇到某些情况，股价出现大幅回调是绝对有可能的。他们提到的跌3成不是不可能，绝非危言耸听。历史上许多再优秀不过的龙头股，在景气循环或市场骤变时，股价下跌2-3成甚至腰斩都发生过。
台积电自身也多次演绎过过山车行情，所以千万不要有神山不会倒的迷思。我们不妨想象几种可能导致台积电大跌的场景。其一，全球经济环境的骤变，台积电的业绩高度依赖全球对电子产品和高阶运算晶片的需求。如果哪天国际景气急转直下，例如主要经济体陷入衰退，企业削减资本支出，那么再强的台积电也难独善其身，订单缩减将直接冲击营收获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市场预期转坏，股价出现大幅修正并不奇怪。其二，货币与利率环境的转向。过去几年科技股大涨，某种程度上受惠于全球宽松资金环境。然而，如果通膨重新升温，联准会等央行被迫再度升息紧缩，资金成本上升将使高估值的科技类股首当其冲。高利率环境下，投资人可能从股市撤出部分资金，转进债市等避险资产。台积电这种全指股也会遭到外资调节卖出，引发股价下行压力。我们已经见识过2022年时美联储急速升息如何让全球股市震荡，台积电当时不就大跌了吗？所以金融环境的变化绝对要留意。其三，地缘政治风险，这点可能是所有投资台积电的人心中隐隐的担忧。由于台积电身处台湾，两岸关系的风吹草动都可能牵动市场神经。如果地缘局势突然紧张升级，出现令人不安的事件，不论是军事冲突威胁还是国际政治角力，外资通常会快速撤离新兴市场避险，台股难免遭到波及。台积电作为全职龙头更会首当其冲。即便台积电近年积极在美日等地设厂分散产能，以降低单一地区的风险，但短期市场情绪往往仍是一有风险先卖再说，所以地缘政治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带来短暂但剧烈的股价震荡，这点不得不防。其四，产业政策与竞争格局变动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近年来对半导体产业政策介入甚深，例如对中国寄出晶片、出口管制等等。如果未来政策更趋强硬，限制范围扩大，可能冲击台积电部分客户的订单来源。前阵子美国收紧对中国的 AI 晶片出口，让市场一度担心台积电先进制程接单受到影响，科技股股价因此波动明显。除了政策外，竞争对手的技术突破也是潜在因素。目前虽然看起来台积电技术领先，但若未来三星、英特尔等对手在某个节点实现超车，夺走大客户订单，那对台积电长期价值评估也会造成打击。虽然短期看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不高，但投资市场上黑天鹅从不会提前打招呼，一旦出现就会造成连锁反应。以上种种都可能是那个让台积电跌30%的导火线。一旦某件事真的发生，引爆了市场恐慌情绪，理性的做法是遵照前面专家们教的步骤，果断减码避险，而不是寄望奇迹或心存侥幸。毕竟资金市场瞬息万变，保住胜利果实，留得青山在，才能有机会等风雨过后东山再起。听到这里，或许有人要问，既然这么多风险，那我是不是干脆远离台积电算了？其实大可不必走极端。我们强调风险，只是为了让大家做好万全准备，但并不代表台积电不值得投资。事实恰恰相反，台积电之所以被称作护国神山，正因其在全球半导体产业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与价值。许多专业机构和分析人士对台积电的中长期前景依然抱持高度信心，甚至鼓励逢拉回时应该勇于布局，而非因噎废食。以国外分析师的观点为例，美国知名财经媒体 Motley Fool 的股票分析师 Keith Drury 最近就提出3大理由，说明为什么台积电是不可忽视的买进机会，并直言如果年底前不买，将来可能会后悔。第一个理由是晶片需求的长期大趋势。当前全球正处于新一波科技革命浪潮，从人工智慧、AI、云端运算、资料中心，到自动驾驶汽车、智慧机器人、量子计算等各种新兴应用百花齐放，而这一切的基础都建立在高效能半导体晶片之上。台积电作为全球晶圆代工龙头，专门为各大晶片设计公司生产最先进的晶片，可以说是站在这波浪潮的核心节点。尤其以 AI 产业为例，台积电的重要客户辉达、NVIDIA、
近期因生成式 AI 热潮业绩爆炸成长，带动对台积电高阶制程产能的强劲需求。辉达在财报说明中预估，2025年全球资料中心相关资本支出约为6000亿美元，而到2030年可能暴增至3兆到4兆美元之谱。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市场对高阶晶片的需求将呈现跳跃式成长，而台积电作为主要供应商，有望持续接获大单，营收动能长期向上。从需求面的角度看，这间公司的成长潜力与市场前景无疑令人期待。第二个理由是全球产能布局分散，风险降低。以往有些投资人担心台积电最大的风险在于地缘政治，前面提过的两岸问题，担心万一发生最坏情境，台积电的产线安全和运营都可能出问题。然而这几年来，台积电积极将生产基地拓展至海外，包括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，在日本熊本与索尼合作建厂等。虽然有人戏称这是被美国政治力要求的结果，但从投资角度看，这种全球布局对台积电反而是一大利多。因为一旦台积电在海外有了实质产能，就相当于买了保险。万一台湾本地真的发生无法预料的状况，美日等海外厂区还能维持部分供货，减轻业务中断的冲击。同时，台积电在美国设厂，也让美国政府和客户更放心，未来更愿意把重要订单交给台积电，因为产能就在自家门口，相对安全可控。据报道，台积电已经投入约1650亿美元在美国建设晶圆厂，而且现有美国厂的产能据称已被客户预定到2027年，可见市场对美制晶片的需求非常强劲。长远而言，全球多据点的经营策略将让台积电更具韧性，也有助减轻单一地区风险对股价的折价影响。第三个理由是台积电始终保持技术领先。在瞬息万变的半导体业，技术创新就是生命线。台积电多年来能稳居业界龙头，靠的正是不断追求制程技术的突破。目前台积电已经率先量产了领先同业的3奈米晶片，预计在今年底前后就会推出更先进的2奈米制程。根据规划，2奈米晶片在相同效能下可比3奈米降低 25% 到 30% 的功耗。对于日益重视能效的资料中心和装置厂商来说，这样的技术进步极具吸引力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台积电并未就此止步，据称还计划在明年推出代号 A16 的增强版制程节点，其能效表现再比2奈米提升 15% 到 20%。这种马不停蹄的研发创新能力，使台积电始终领先竞争对手半步到一步，确保了自身在高阶制程代工市场的垄断优势。对投资人而言，技术领先意味着可以接更高单价的订单，享有更高的毛利率和市场占有率，公司的营收与获利有望持续创高。综合以上3点，国际分析师认为台积电长线前景依然光明。如果现在过度担忧短期震荡而错失布局良机，将来可能会追悔莫及。看完多空双方的意见，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并没有矛盾，风险和机会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。台积电这家公司基本面卓越，护城河深厚，长期投资价值毋庸置疑，但短期股价涨多了，有回档风险也是自然现象。创高后还能不能爆？这个问题其实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标准答案，而必须回到投资人自身的立场来考量。如果你是一位长线投资者，笃信台积电的长期竞争力与成长性，那么短期的涨跌或许就没那么重要了。对你而言，台积电现在即使在高档，仍然是值得继续抱牢的珍贵资产。你可能会选择在股价回调时逢低加码，分批累积更多持股，把这档股票当作陪你一起成长的事业伙伴。而如果你是注重波段操作，对风险较为敏感的投资人，那么在这种股价疯狂创高的时刻，适度调节持股，落袋一部分获利就是明智的选择。毕竟没有人会嫌钱赚太多，账面获利不算真的赚，到手的现金才实在。无论你属于哪一种投资人，有几点原则是共同的。第一，进场之前就该想好出场策略，也就是说，你要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，能承受多大的波动风险，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会选择卖出持股。有了预先定好的计划，你才不会临阵慌乱，被市场情绪牵着鼻子走。第二，不贪婪也不恐慌，遵守纪律。
在台积电这波行情中，有人一路爆对了，赚得盆满钵满，也有人频繁进出，反而赚了芝麻丢了西瓜。区别就在于是否能克服人性中的贪婪与恐惧。在股价屡创新高时，要提醒自己不宜过度乐观，适时调节；在股价下跌人心惶惶时，也要避免盲目恐慌割肉。第三，保持学习与关注基本面。台积电这类龙头企业，基本面变化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，投资人平时多关注公司的营运数据、产业趋势、政策讯息，就能对股价异动有更冷静的判断，不会人云亦云。当你真正了解台积电的价值所在，也就更有底气在适当时候坚持或退出。最后，我们回到那句耸动的标题，未来跌 30% 不是不可能，发生这件事就要逃。现在你应该明白，跌30%的情境确实存在，但并非无迹可寻，无法防备。而那件该逃的事，其实就是指趋势逆转的信号，无论是技术面的关键支撑跌破也好，或是基本面的重大利空出现也罢。当风向转变时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果断执行自己预定的策略，该跑就跑，该留就留。投资市场里，机会年年有，资金却只有一套，留得青山在，才有本钱捕捉下一次机会。台积电站上历史高峰，是荣耀也是挑战。对投资人而言，与其问能不能爆，不如问自己准备好了没有，准备好承受大涨大跌的心理考验，准备好面对各种风险的预案，准备好在狂热与恐惧中保持冷静。只要准备充足，无论是继续拥抱护国神山的长线光芒，还是在高点从容下车将胜利果实收入囊中，你都能做出适合自己的正确选择。总而言之，把风险放在眼里，把信心握在手里，为自己的决策负责，才能在这场投资长跑中笑到最后。现在，当下的台积电依然昂首矗立在高峰，未来是会再创高峰，还是短暂休息，没人能给出绝对答案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如果你理性看待，稳健应对，就不必害怕任何风雨。毕竟，台积电的故事还在继续，而我们要做的，就是成为故事的智者旁观者，既享受成长的红利，也避开不必要的风险。下一步怎么走，就看你的策略和定力了。祝福各位投资人都能在台积电这趟精彩的旅程中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圆满结局。